哥越长大越有心思，皇上偶尔来协芳殿，大阿哥便处处比着要强，压过二阿哥的风头。皇后娘娘也正为这事儿焦心呢。一个庶长子，竟敢压在嫡子头上，简直是造反。您瞧，大阿哥病着还不忘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，奴婢可真是越发不敢当差了。你有什么不敢当差的？万事自有皇后娘娘呢，尽管放心去做。真的呀？姐姐是说嘉贵人吗？主们饿什么呢？姑娘家听不得，听不得。先歇一歇，吃吃点心吧。又是什么新玩意儿啊？这是小厨房做的鱼蓉花糕，原是民间做给婴儿的吃食。奴婢想着年下吃得荤腥，便做了些好刻画的点心。索性总是这么细心，挺好的。是，她事事都很细心的。既然是孩子吃的东西，你就多拿一些去，送到洁芳殿给三阿哥。是，姐姐对三阿哥真好。我们3个人里面，也就绿云有孩子，我还着实羡慕她呢。说来也奇怪，这纯嫔娘娘的三阿哥养得又肥又壮的，平日里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协芳殿伺候的嬷嬷们对二阿哥都没有这么上心呢。三阿哥最小啊，照顾他是应该的。你待会儿要把点心送到照顾三阿哥的嬷嬷手上，看他喂着三阿哥，看他喜不喜欢。是。索心姐姐，哎呀，大阿哥，奴婢给大阿哥请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延禧宫新做的点心，奴婢拿去协芳殿给三阿哥的。三弟什么好吃的都有，吃也吃不完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大阿哥很想吃吗？奴婢拿几块给大阿哥吧。这是喜娘娘给三弟的点心，你给了我，不怕喜娘娘责罚你吗？贤妃娘娘疼爱大阿哥，吃几块点心算什么呢？那不是贤妃身边的索心吗？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他跟大阿哥说什么呢？太后一向看重长子，想必是贤妃派人私下亲近吧。这小脸在哪玩的？一脸的灰。这早膳才用了半个时辰，你就吃得这么狼吞虎咽的？他们总不许我吃饱，才吃了半碗就说了饭菜，说怕我噎着，可我总是饿。他们是谁呀？都是伺候我的罗嬷嬷们。大阿哥，跟着您的人呢？他们都不喜欢跟着我，由着我逛。大阿哥，这点心您就偷偷藏着吃，千万不能说是奴婢给的，奴婢先告退了。那你也不能说我偷偷吃了点心啊，否则我也要挨骂的。奴婢也敢责骂阿哥？大阿哥，大阿哥，是你嬷嬷，你快走，快走！哦，好的。大阿哥，哎呦，大阿哥，您怎么到处乱跑啊？赶紧跟奴婢回去吧，真是一点都不省心。你是说看见大阿哥并没有奴才跟着？是，大阿哥一个人从假山后面跑了出来，衣衫都沾了灰泥，定是没有人跟着。而且奴婢记得阿哥的衣领有油渍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晚膳，阿哥公主们的早膳清淡，不见荤腥，那油渍一定是隔夜的。这么说，咸芳殿的人并没有好好看过大阿哥。奴婢一直听人说起，说协芳殿照顾大阿哥的嬷嬷比照顾皇后娘娘的二阿哥的嬷嬷还要多，也许大阿哥顽劣也未可知。
是大阿哥顽劣，还是协芳殿的人有所懈怠？这要细细查了才知道。可是你刚才说大阿哥吃了点心怕挨骂，这倒真有奴才欺负主子的可能。这事儿啊，你先别往外说，免得有错失。奴婢知道。大阿哥也是可怜，才8岁，亲娘去得早，没人看顾，什么都不周全。姐姐，先别替别人的孩子想这么多，等你有了自己的小阿哥，那就好了。我也想有自己的孩子啊，可是总是没有动静。会有的。这什么方子啊，这么苦？这是高大人特意寻来的，您再喝点吧。拿走拿走。主儿，喝了兴许啊，能有个阿哥。受到恩宠也不缺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怀不上。你也别太心急了，您的气息血瘀之症是打小落下的，这些年费神费心也没能好好养着。再调养下去，本宫的岁数也不饶人了。主儿，如果您急着要孩子，倒不如先养着大阿哥。大阿哥，皇后娘娘一直闲着他这个庶长子，便是他平日不动声色，本宫看苏莲的脸色就知道。就是因为是庶长子，由您来养着，母凭子贵，您的身份也就不一样了。您可听说皇后打发太医去看大阿哥了？就是因为太后器重长孙啊。您的身子调养好还需时日，若赶不上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子，那不吃亏了。不如先养着大阿哥，占了长子养母的名分。养母有什么用啊？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。太后不也是皇上的养母，照样母仪天下。那倒也是。可是皇后娘娘未必肯让本宫养着大阿哥。您别总想着皇后娘娘的心意，你也得为自己想想。您若抚养了大阿哥，以后也不必事事再看皇后的脸色了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？祖宗的家法，本就有将生母卑微的孩子交给高位嫔妃抚养的先例。何况哲妃早年就难产薨了。这倒名正言顺。哲妃与皇后同宗，皇后一直不肯抚养大阿哥，不就是因为她不喜欢哲妃抢在她前头生下儿子吗？说起大阿哥，也挺可怜的。左右皇后娘娘不抚养大阿哥，皇后娘娘之下就是您了，大阿哥归您天经地义。等将来您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大阿哥贴心就继续养着，不贴心就送回协芳殿去。这倒是个主意。大阿哥若能跟了我，于他于我都是个依靠。主儿，您还不知道吧？今儿奴婢打御花园过，看见贤妃身边的锁心跟大阿哥有说有笑的。您可得赶紧求求皇上，保不定贤妃也打着这样的主意呢。若被他占了先机，他不是更得意了？那可不行。本宫哪怕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能碎了贤妃的心。哼，这个贤妃事事争抢，真是惹人嫌。自要方正，如人品格，手腕用尽，不可太过。儿臣每日都练字，皇阿玛给的字帖，儿臣一直放在案头。好，你是朕的第一个儿子，一定要好好争气，才能给弟弟们做表率，知道吗？儿臣在兄弟间居长，肩负重任，不敢有负皇阿玛期望。好。臣妾儿臣给皇上请安。见过皇额娘，大哥哥、二弟。都起来吧。皇后怎么来了？刚才去协芳殿看永莲，永莲说她想皇阿玛了。好孩子，皇阿玛也想你。
永璜近来身子怎么样？回皇额娘都好全了。大哥写字，皇阿玛，儿臣也想读书。好啊，真是上进啊！朕呐，已经在替你找师傅了，你该去上书房念书了。永璜，有空的时候也多教教永莲，知道吗？儿臣明白，儿臣居长一定会尽心教导弟弟们的。好，这才是长子的气度，是不是啊，皇后？好孩子。永璜和永莲都很上进，本宫真是欣慰。大阿哥那么喜欢在皇上面前显摆，生怕立太子的时候忘了立贤立长这一茬呢。长子的身份是很尊贵，永璜也聪明，远胜了永璋许多。可奴婢听李嬷嬷说，大阿哥时常以长子自居，一心要为哲妃争气，在皇上面前表现。这还是哲妃在时教的呢。那这孩子心气儿也太高了，你得告诉那些嬷嬷和太监，得好生教导着。是。停教。臣妾请皇上安。起来吧。西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皇上，3个月之期已到，您怎么的也得原谅了臣妾，许臣妾半价了吧？都3个月了，那你可有好些啊？臣妾的病是好了，可是身上还是不爽快。你这话自相矛盾。齐太医心灵圣手，可缓得了臣妾的寒症，却缓不了臣妾的心症。此话怎讲啊？1日不见如隔3秋，3月不见，便似100多年未见皇上。臣妾相思难解，心中郁郁。这大庭广众的，你说这话，不怕羞啊？臣妾一片真心，为何怕羞？要是皇上再不来，臣妾便好不得了。矫情！皇上，您刚才说一会儿去延禧宫。皇上，贤妃妹妹得了您那么久的陪伴，她不会跟臣妾争这一回吧？唉，皇上，拿你没办法。落轿。落轿。给贤妃娘娘请安。哎呦，贤妃娘娘您久等了，皇上去了咸福宫，让奴才来回禀一声。王公公辛苦了，只是要说早该来说一声，为何闹得这样晚？皇上宿在了咸福宫，奴才得去进士房通告一声记档啊。奴才就这2条腿，一来二去的就耽搁了。皇上歇下就好了，有劳贵妃侍驾。王公公，夜深了，出去的时候慢慢走。三宝，替王公公掌灯。不敢劳动了，奴才还是自个儿走吧。谢贤妃娘娘。走。主儿，皇上不是说这3个月贵妃不半价吗？已经3个月了。那他就这么按耐不住了？你让贵妃不争宠，那可难了。他就是见不得主得宠，也是他眼皮子浅，跟谁没有个做官的阿玛似的。阿若，你阿妈贵夺外放做官，还颇有政绩，你心里得意，说话就更得仔细些。奴婢就是不乐意见到贵妃那个样子。人心里的不乐意啊，放在自己心里就行了。这一旦说出去，让旁人听见了，容易生是非风波。奴婢要不是跟着主打小伺候，这些话也不敢说。你现在也是有身份的官家小姐，行事稳重些，不必事事出头，言语尖酸。人得尊重自己，旁人才能尊重你。奴婢知错了。
你出去吧，让索性进来伺候。是。哎，阿若姐姐，阿若姐姐，主儿安置了吗？要不要送些茶点进去？要你瞎操心什么？你操心了，人家还未必当你是这份心意呢。主儿又责怪姐姐了。哎，这主儿啊，也是心烦，嘴上说过了，回头照样疼姐姐的，凭谁也比不上您跟主儿亲呢。何况姐姐的阿玛都外放出去做官了，这以后的前程好着呢。何况您还是主儿的陪嫁。好啦，里头索性伺候着，我先去歇歇。你勤谨着点儿，留意着主要什么。哎，主儿，喝碗甜酪吧。嗯。其实阿若说的也没有错，只是什么他都喜欢放在嘴上罢了。他也是替主着急嘛。这我自然明白，但这是公理，许多话不能放在嘴上，许多事儿急也是急不来的。主自然心定。可是奴婢旁眼瞧着，这宫里的恩宠真的是没个定数。贵妃不声不响的就负了宠，之前皇上担着您，竟然是因为太后的一句话。虽说这宫里的恩宠今日来明日走，可是我相信皇上与我的情谊，皇上让我放心，我也盼着能与皇上知心，替皇上解忧。这满宫里最能与皇上知心、替皇上解忧的，就是主啊。皇上有一桩心事，心里总是不踏实。那是什么事？皇上生母的事，你听说过吗？风言风语，听人说过，说皇上的生母是热河行宫的宫女李金贵。皇上忌讳身世，但对于李氏，他总是惦记着。李氏至今无名无分，对皇上来说是个缺憾。皇上嘴上不能说，我总想着给皇上补上。主，这可使不得呀！不要说皇上会不会答应，就是太后那里是肯定容不下您的。自然不能说是生母，说了生母，李氏要追封的就是圣母皇太后，太后当然不会放过我。于皇上也是无脸，更甚的说我张扬皇家私密，那是即刻要废入冷宫的。避开这个，再想想法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轻易跟皇上提的。主可一定要三思再三思。可是这是皇上最重的心事，我总想着和他一起弥补，哪怕弥补一点点。臣妾就是舍不得皇上嘛，臣妾不想让皇上走。你舍不得也得舍，朕得上朝啊。臣妾3个月都未伴驾了，心中愧疚得很，所以多伺候皇上一刻，也是臣妾的福气。上回不让你伴驾，也是因为你寒症的缘故，这病着还要侍奉朕，朕也于心不忍。如今你养好了，朕自然要来看你。真的？嗯。那皇上这3个月，有没有想着臣妾？你猜？臣妾不猜。自然有的。那皇上只许记着臣妾的好，臣妾若有不是，皇上必须都得忘了。唉，你呀，总让朕生不起气来。皇上，臣妾这3个月静心思过，想着愧对皇上，一直没能给您添个孩子。你养好身子再说啊。可是平常皇上不在，咸福宫里冷冷清清的，臣妾想着，若是有个孩子，
哪怕不是自己的，也能热闹些。你昨夜来求朕，也是为了要抚养永皇之师。为了这事儿啊，朕还丢下了贤妃。今天是2月初10，是贤妃的生辰，皇上自然是要去看她的，少一晚又怎么了？皇上，你就把大阿哥交给臣妾抚养吧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容朕想想啊，朕去早朝，晚些再来看你。今儿个你倒是有心啊，带朕来上书房。臣妾听说前几日大阿哥身体不好，所以想请皇上陪臣妾一块来看看大阿哥。曰江河，曰怀济。皇上，看来惠贵妃娘娘是真喜欢大阿哥呀。是啊，皇上，臣妾就是想养着大阿哥，从春天一直求到夏天，您都未给臣妾一个准信儿。先去看看永皇吧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四民，国之良。请皇阿玛、惠娘娘安。都起来吧。大阿哥怎么见瘦了？皇上，你看大阿哥瘦的，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裳。如今天虽然热起来了，可早晚还是凉的，要多穿点啊。惠娘娘给你带了最喜欢吃的芙蓉酥，想不想尝一尝？莫心，快来，快尝尝。永皇啊，先别顾着吃，给皇阿玛写几个字瞧瞧。永皇，皇阿玛记得你平日对糕点不过耳，为何今日盯着糕点不放呢？儿臣知错，儿臣在写。写完了再吃啊。呀，大哥的手是怎么了？怎么伤着了？这袖子也脏兮兮的。皇上，你看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伺候的？大阿哥，方才不是让您换下里头的衣裳了吗？你怎么还穿着呀？您是上哪儿淘气去了？怎么伤成这样啊？混账！奴婢知罪。来，皇阿玛瞧瞧。请贤妃娘娘海常在安。传皇上口谕。皇上请贤妃娘娘速往长春宫。是。姐姐，不会又有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，放心吧。上次就是皇上就会取笑臣妾。取笑你又如何？皇上，贤妃娘娘到了。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请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坐。皇上。今儿个，朕急着叫你们来皇后的宫里，是有一件事情要同你们商量。朕去查问永皇的功课，谁知啊，朕才命他写几个字，他却盯着贵妃手中的糕点去了。永皇虽是大阿哥，可他毕竟是个孩子。皇上切勿怪罪，之后让师傅好生管教着便是。朕原本啊也是这么想，但朕看他手臂上有几道伤，这底下伺候的人一个也没发现。可不是嘛，照顾大阿哥的那些嬷嬷们也太不小心了。
天天为大阿哥换衣裳，竟看不见他手臂上的伤痕，要么就是太粗心了，要么那些衣裳就不是他们为大阿哥换的。臣妾看见大阿哥手臂上的伤，臣妾也心疼的。贵妃的话没错，这永璜身上新换的衣裳都是临时套上去的，这旧的衣裳都有3、4日没洗过了，里面啊都好多油渍了。是臣妾不好，永璜身边的嬷嬷是新补上来的，必定是这些新来的奴才疏忽懒惰了，臣妾必定责罚他们。这底下的奴才朕会亲自发落，你也不是不用心，只是底下的人欺负永璜没有额娘罢了。所以朕在想着，要给永璜找一个养母来照顾他。皇上，您就把永璜交给臣妾抚养吧，臣妾一定细心照料大阿哥。贤妃可有这样的心思？皇上若放心将永璜交给臣妾，臣妾欣喜万分。其实，臣妾好歹生养过，皇上若是放心的话。好了，朕知道你们都喜欢孩子，可是孩子也得与你们投缘才行啊。所以朕呢，叫人把永璜带了过来，谁做他的额娘，让他自己决定。王钦，奴才在。带永璜过来。这。见过各位娘娘。永璜，来。告诉皇阿玛，你愿意谁做你的额娘啊？皇阿玛，儿臣有额娘，儿臣的额娘是皇阿玛的哲妃。皇阿玛知道，谁也取代不了你的额娘。皇阿玛只是想找个人照顾你，像你额娘一般疼你罢了。选吧。永璜，到惠娘娘这儿来。永璜，惠娘娘这儿有好吃的点心，快过来。惠娘娘，儿臣不饿。贤娘娘。永璜，你的意思是你要贤娘娘做你的额娘，而不要惠娘娘手中的糕点是吗？儿臣不饿，儿臣要贤娘娘做儿臣的额娘。好，这母子啊是前世缘。贤妃，这是你的孩子了。皇上，方才我们俩好了，贵妃，你身子不好，孩子顽皮，你也受不住。再说了，贤妃也比较清闲，永璜交由她照顾，这样也好。贤妃啊，你可得好生照顾永璜啊。皇上将永璜交给臣妾抚养，是臣妾的福气，臣妾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期许。谢皇上隆恩。儿臣谢皇阿玛。好，起来吧。求了皇上那么多次，眼见终于要成事儿了，没想到竟便宜了贤妃。主儿，别生气了。贤妃不得宠，大阿哥迟早看明白，会知道跟着你有多大的好处的。原本我跟贤妃都没孩子，如今她骤然得子，还是长子，岂不是要越过我去？我一定要把永璜给抢过来。娘娘小心，去协芳殿，狠狠掌那帮奴才的嘴，连大阿哥都照顾不好，惹出这样的事端。娘娘息怒，永璜受委屈，皇上难免要责怪我这个做嫡母的不上心。本宫是不喜欢哲妃，也不喜欢永璜好胜，可本宫自问，
尽到了嫡母的职责，并没亏待她分毫。都是奴才们不是坏了娘娘的好意。可是娘娘，大阿哥没娘的时候就仗着长子的身份想要拔家，如今跟了贤妃，岂非心更大了？皇上明明冷落了贤妃，为什么要把永璜给了他？莫非大阿哥与贤妃早有勾结，所以才故意与他亲近？会有这样的事？奴婢也是揣测。贤妃一直膝下无子，如今收养了大阿哥，不就像当年太后收养皇上一样，可以母凭子贵？难道他才算计本宫的皇后之位？贤妃当年差点当了嫡福晋，她岂有不记恨您之理？如今得了大阿哥，只怕还要算计二阿哥的太子之位呢。谁也不能算计本宫的儿子。贤妃失宠多日，还能得个皇子，还是皇长子，这番心计谁人能及？是本宫轻视了他。本宫原本以为他没了景仁宫就翻不出天去，可如今永璜已经去了延禧宫，还来得及。伺候大阿哥的那些奴才们是要发落，但要紧的奶娘乳母还是要跟过去的，咱们好歹还能得些消息。素莲，你快些去。娘娘放心，一切自有奴婢，您无需劳心。奴婢去了。主回来了。三宝，奴才在。你去把冬天殿收拾出来给大阿哥。这。从今天起，大阿哥就是本宫的儿子，养在延禧宫了。恭喜娘娘，恭喜大阿哥。阿若，回头伺候大阿哥的嬷嬷会来，你招呼他们。是。走。永璜，你现在已经在延禧宫了，就不用害怕了。只要离开协芳殿，我就不怕了。坐那。撞的疼不疼？不疼。傻孩子，怎么会不疼？我自己撞的，当然不会疼。而且我不说，谁知道我擦伤了呢？嬷嬷们都不管我。正因为他们不管你啊，你才要更懂得照顾自己。贤娘娘也是没办法，才想了这个法子，忍着点啊，疼。您是要救我，我心里都明白。要不是您让索性给我送吃食，我总饿着肚子。别的孩子在你这个年纪都无忧无虑的，偏你要懂这些，我也不忍心。我来这儿，您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永璜，你要是叫不惯我额娘，就叫我贤娘娘。你的亲生额娘是哲妃，但是我会像待亲生儿子一样对你好。贤娘娘，我选您是因为您待我好，那么您为什么要选我呢？因为贤娘娘孤零零的没有孩子，永璜呢孤零零的没有额娘，所以两个孤零零的人要互相靠在一起，就像冬天两个不暖和的人靠在一起就暖和啦。从前我娘还在时，惠娘娘从不理我，今天哪怕她要我说喜欢我，我也不信。我猜想着她才不是真心喜欢我，她是看上了我长子的身份，我被嬷嬷们慢待，多半也是我长子的身份
还被人猜忌为难。永皇什么都明白。我是宫里的孩子，必须什么都明白。海兰，我听说姐姐新得了个儿子，真是恭喜了。是大喜，皇上突然招了我去，想不到是这等喜事。我那儿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寻了2匹缎子，给大阿哥做件新衣裳。多谢海娘娘，真是好孩子。以后贤娘娘在，就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。哟，秦公公，给您请个安吧。免了，该请请啊。请进。哟，这是谁呀？是哪阵风把秦公公给招来了？皇上下旨，贤妃娘娘得了大阿嘎，这宫里啊，这得多添置些东西。这不，内务府赶紧挑了上好的东西送来了。哎，贤妃娘娘和大阿哥呢，我得请个安去。哎，可不敢让您进。您是咱们延禧宫的债主，欠着您1800两银子呢，咱们可得把您供起来才是啊。阿若姐姐呀，那天是我喝多了说胡话，姐姐别往心里去。谁是你姐姐？我是你姑奶奶，由着你克扣延禧宫到今天。你去回阿若这样当面为难，这些东西怕是不大好吧？咱们不敢收。内务府的人一向狗眼看人低，由着阿若闹一闹我还也好。要去内务府问一问，我们只要有没有听着欠条写言语不过分的就好了。我要拿去给皇上瞧瞧。哎呦，好姑奶奶，好姑奶奶，您饶了我吧，全是我犯浑胡说。内务府这2个月欠延禧宫的东西，奴才我是足足的加了倍才赶来的，还请姑奶奶您笑纳啊。好姑奶奶，原是我糊涂。您说这东西不送进来，岂不是违抗圣旨吗？还请姑奶奶多担待。那也得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，总不能由着你把臭的烂的都送进咱们延禧宫吧？是，都是啊，大阿哥的香笼，还有皇上赏的器具摆设和鞋袜衣料，您看看，全是好东西。先挪进去再说。得了，挪进去。等等，这是谁呀？原先伺候大阿哥的人啊，都被皇上给打发了。这是大阿哥从小的乳母李嬷嬷，所以跟来延禧宫照顾。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伺候大阿哥的李嬷嬷呀。我想不明白，别的奴才也罢了，李嬷嬷跟着我那么久，为什么也这么待我了？饿着我，冻着我。人心啊，会为权为利而变，只有亲情是不变的。走。嘿，给贤妃娘娘请安，给海棠菜请安。哎呦，我的好阿哥，可算见着您了，想坏奴婢了。哎，你站住！你什么人啊？对贤妃娘娘这般不尊重。请贤妃娘娘安，奴婢是大阿哥的乳母李氏，大阿哥是奴婢一手奶大的，什么都听奴婢的。日后贤妃娘娘若是要管教大阿哥，都跟奴婢说就是了。你伺候大阿哥多年，本宫敬重您，称你一声嬷嬷。不过你却倚老卖老。如果你能管教大阿哥，为什么连他衣食不周、生了病都不知道？你仔细告诉本宫，去年冬天大阿哥着了2次风寒是为什么？又为什么连绵2月都未曾痊愈？要不是你们这帮奴才懈怠，大阿哥会这般可怜？大阿哥着了风寒，是他自己不爱多穿衣裳，又不肯好好吃药。奴婢虽是贴身照顾，但哪里能时时刻刻都看顾到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李嬷嬷待我最不好。大阿哥，您虽然是主子，可您说话不能这么没良心啊！您可是喝着奴婢的血，吃着奴婢的肉长大的呀！您可不能睁眼说瞎话呀！三宝，小福子，把他拖出去，替本宫杖打3式。这。
大哥，你为奴婢说说话呀！大哥，我可是您的乳母啊！大哥，你救救我呀！大哥，你救救我呀！大哥，他是我昨天丈夫你的。你们都给本宫看着，欺凌主上就是这个下场。是。本皇，你看，这就是欺负你的人该受的责罚。还要打吗？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因，就得承受什么样的果。他们欺负你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了。儿子记住了。主，仗打30已经打完了，赶出宫去，永不得进宫伺候。这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从今以后，永皇是本宫的养子，谁要敢懈怠，李嬷嬷就是个例。是。贤妃娘娘饶命！贤妃娘娘饶命！秦公公，阿若，我真喜欢看姐姐这样，看着姐姐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秦公公，这就是你送来的绸缎，里头都腐了。是，奴才知错，奴才知错。你拿着这个上吊去，咱们主啊就饶了你。若姐姐，您不过可惜了，腐绸吊不死人呢。水之，把他们送来的残羹冷炙拿来，请秦公公在这儿吃了，顺便给我们主表个心，长个记性。是。贤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拿我当一配饭了，我这，吃，大口吃。不许吐，咽下去。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这实在是咽不下去了，我就是一狗奴才，您就饶了我吧，贤妃娘娘。活该，打了李嬷嬷，惩治了秦丽，这才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忍不住要露出尾巴来了。臣妾想，既然这大阿哥已经被贤妃夺了去，那就只能从贤妃着手了。若是这大阿哥能离了延禧宫，无论是回协芳殿，还是另寻养母，总比跟着贤妃好啊。这贤妃连长子都能夺了去，臣妾可真是打心眼里怕了他。您是敦厚人，比不得贤妃会算计，臣妾怕您吃亏。他家世没落，倒还好些。越是这样的人，就越会拼了命的去争宠夺利。皇上偏要把永皇给了贤妃，本宫真是不明白皇上的心思。咱们又不能天天陪在皇上身边，哪能知道呢？听说皇上身边的王亲可惦记着娘娘身边的宫女呢。不知是搜恋呢，还是怜心呢？连你都看出来了，王亲寡廉鲜耻。这王亲贪财，拿银子笼络他，这样的事谁都会做。若是这王亲能安心做皇后娘娘的眼睛和耳朵，那皇后娘娘也不必再悬着心了。这事儿本宫本来想搁着。到底是把宫女配给太监对视，太伤阴质。这种事儿乾明宫里多的是。虽说如今的宫女到了年岁就会被送出宫去，可私下里这宫女和太监相好的事儿也不是没有。
若是皇后娘娘肯恩典王亲，赏她个宫女做妻室也就是了。这若说的贴心能干，总是素脸。她要是跟了王亲，本宫倒还放心些。那皇后娘娘就更少不得苏炼在侧了。这苏炼已年过30，也不小了。若是拢不住王亲的心，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？苏炼啊，就是吃亏年纪大些，但是胜在稳妥。再说，那王亲年纪也不小了，他还嫌弃苏炼吗？那王亲的眼珠子可总留在莲心身上呢。哎呀，到底是莲心年轻漂亮，别说是男人了，就连太监都动心呢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宫里的宫女们仗着自己年轻漂亮，谁不想像梅长在一样飞上枝头？这宜贵人从前还是娘娘的侍女呢，哲妃还是您的祖姐，荣华富贵在前头，有几个不想往上爬呀？家主，哟，怎么了？奴婢多谢家主替奴婢说话。啊，你听见了？啊。哎呀，我也是看你对皇后娘娘一片忠心，才替你说话的。皇后娘娘心慈，有些事儿，只是心里不高兴，又不敢出手收拾。皇后娘娘也亏了你替她费心了。你呀，还是赶快去把李嬷嬷的手尾了了干净要紧，别扯出你来。是，这些年来多亏您照应奴婢了，奴婢感激不尽。嗨，没事儿。永华，伺候你的下人都是新挑的，底细也干净，你不用担心。海娘娘刚才给你量了尺寸。咱们也做些新衣服来替换。试试这床，刚铺的软不软？多谢母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母亲。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母亲。母亲定会好好待你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，不用害怕了。主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大阿哥该歇着了。是该睡觉了，明儿还要去上书房呢。擦擦脸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睡安心觉了，睡觉吧，睡吧，母亲陪着你啊。主儿，你怎么不弹了？皇上都不来，弹琵琶给谁听啊？皇上宠您，迟早会来的。皇上的一颗心都在延禧宫呢。这贤妃真是时来运转，这就得了长子。您有皇上的宠爱，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。来，主儿，先喝口茶。主儿，您怎么了？不知怎的，这几日头晕目眩的。小心，哎，这些料子都不行，太闷了。永皇是男孩子，怕热。这些呢？这些也不怎么好。怎么选一批料子这么难呢？
您给自己选料子都没这么伤心。永煌他叫我母亲，我的心就软了，好像真的是自己的孩子。朕听到你说这些话，还真像个慈母啊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臣妾唠叨，让皇上见笑了。这些日子，朕没来看你，你怎么想？皇上是觉得臣妾自以为是吧？原本以为你说的那些话会戳朕的心，所以朕也就不予理会。可不知怎么的，这想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就这么做了。只能这么做，给他点名分，给他点尊荣，哪怕什么都不说破，朕夜里睡觉也会睡得好些。这些话，朕憋在心里很久了，才跟你说出来。你是不是觉得朕很傻？是臣妾说了让皇上为难的事儿，让皇上烦心了。这些为难的事，只有你会对朕说，除了你，没有别人。那天也是臣妾鲁莽了，但臣妾看皇上总是惦记着生母的生辰，心里不忍。朕可以想，但从不能说出口。世间万物皇上都有了，千万别留什么缺憾。朕明白，朕明白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弥补朕心中的遗憾。可朕的生母，是朕心中的隐痛。朕敬她，爱她，也曾怨她。若不是她，皇阿玛也不会不喜欢朕的。这不是李太平的错。我知道。只可惜，朕从来没见过他，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皇上弥补了自己的缺憾，也成全了臣妾的心愿。你知道朕也明白，你一直想要个孩子，所以，朕只能暂时先给你个养子。臣妾当然希望想有咱们的孩子。但眼下带着永煌也挺好的。永煌呢？朕想看看他。永煌在你这儿睡得挺香的。是啊。皇上，臣妾日思夜想，有一天有了咱们的孩子，就这样3个人带着，多好。会的。去了，去吧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
好吃吗？嗯。娘娘每回来，二个都舍不得您走。母子连心，本宫又何尝舍得？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王公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皇上派奴才给二阿哥、三阿哥送一些薄荷生姜粉，防着中暑的。那大阿哥那儿呢？皇上最近常去延禧宫，大阿哥那份儿皇上去的时候带去了。那就好。皇后娘娘，奴才有事儿要禀报。你们别跟着了。贤妃得宠，兼又得子，就连养心殿的李煜现在都给她传递消息了。一个李煜，你都防不住吗？奴才有心为皇后娘娘办事儿，可怕这心有余，力不足啊。哦。奴才白日里得伺候着皇上，还得防着李煜，得空还得打探着消息。回到屋里，冰锅冷灶，炕冷茶凉，连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。再加上奴才这老腰旧疾复发，疼得厉害。您让奴才怎么安心效忠皇后娘娘？你可是有了可心的人了。平日来传话的都是莲心姑娘，这一来二去的，也算熟人。你若是喜欢宫女，本宫挑个年轻貌美的给你。可莲心是本宫用惯了的人，嫁了人也不方便。奴才是皇上身边的人，莲心姑娘是皇后娘娘的得力丫鬟。奴才和莲心不是正好吗？再说日后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，奴才传话给娘娘，岂不是更方便？奴才求皇后娘娘成全，奴才一定以性命报答。皇上，明日秀永莲第一日去上书房读书，臣妾想亲自送她去。皇后不放心吗？朕给永莲找的陈太傅和百太傅都是博学鸿儒，都是朕挑了又挑的。永莲年幼，有好多话，臣妾想亲自跟她说。好吧。皇上，那莲心的事，皇后真这么打算？王亲对莲心有意，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再说，莲心也没有了父母，底下又有一堆弟弟妹妹要她当差养着。若是能配给王亲，也可以继续在长春宫侍奉，也倒是成全了他的心意。可王亲到底是个太监，是他来求你的吗？他怎么好意思求臣妾？是臣妾可怜他们孤苦，才想让他们成个家，以后也好彼此有个安慰。这王亲虽说是个太监，可是他若真的能心疼莲心，也算是件好事。这事情啊，勉强不得，得两个人愿意才行。皇后得问好了莲心再做主啊。臣妾知道。当心着脚底下。永莲，你还没睡醒呢。今日是你第一天去上书房读书，必得知礼明规矩。这往后卯初读书，未正2刻散学，散学后习布设，还属无间断。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？元旦、端阳、中秋，
万寿节，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辰，1年有5日可以休息。永莲，你是皇上的嫡子，更要勤勉好学。虽然卯出读书，但是嬴政时分，你就要去上书房温书，皇额娘也会常问起你的功课，可不许偷懒。儿臣定不辜负额娘的期望。好，你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要把莲心配给王公公啊，这也得两情相悦吧？你说莲心会喜欢王公公吗？那怎么了？站住！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说什么呢？太监无妻儿，宫女无夫郎。我们结个伴怎么了？是。这是有你血面的人才能得到主子的这个赏赐，你们有这个脸吗？你们有这个面吗？恭喜王公公！但是活给你们都派少了，干活去。是。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是，王卿看上莲心很久了，只是皇后娘娘一直没有松口，如今不知怎么竟答应了。许是皇后娘娘想借王卿探听圣意，多重依靠。可她是皇后啊，何必呢？万人之上有万人之上的孤苦害怕，就像站在塔尖上，一阵小风都会变成大风，都是苦了莲心。咱们挑点新鲜的薄荷叶煮水，永璜怕热，用这个洗澡凉快些。自从大阿哥来了，这里多了些欢快的声音。皇上昨天晚上说，永璜住在延禧宫，你也费心照顾，所以打算给你尽一尽位分，便是贵人啦。皇上这是看重长子啊，只是不知道谁有幸，可以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1位皇子，那才真的是贵子。姐姐，加把劲儿啊！儿子请母亲安，请海娘娘安。起来。怎么不高兴啦？那我们先用晚膳，用完晚膳，母亲陪你出去走一走啊。母亲，二弟第1天来读书，陈太傅就夸他仁厚，有太子之风。母亲，做太子很好吗？为什么永莲可以做，我不可以？永莲是皇后娘娘嫡出，身份很尊贵的。可我是皇阿玛长子，他们都说长子应该做弟弟们的表率，太子不就是表率吗？谁跟你说的这些？额娘在时说过。额娘说，太子也有许多是长子来做的。永璜，在宫里啊，子凭母贵，母亲和你额娘都是嫔妃，比不上皇后娘娘，所以你的地位也比不上2阿哥。这话以后不许说了，说出去给自己招祸，知不知道？儿子明白了。主儿。有哭声。落花醉了梅园，恍若人生是初见。青丝染了双眼，携手共赴尘世万千。心事褪了红叶，眼前相思已凌乱。泪光藏了誓言，相约一生何曾改变？花开盛艳花已残，谁在把
的琴弦啊，寂寥深处人已散，独自唱离歌啊。暮色迟迟春已晚，人已入梦空嗟叹，任他似水流年。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